中国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从来不会提起自己的血统，这是美国专家给出的结论。毫无疑问，这又一次点明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说中国在摒弃血统论的道路上走在世界前列，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在人才选用上仍会考虑其血统、身份、姓氏，甚至和权力与地位相挂钩。例如我们隔壁的日本皇室为了保持血统纯正，经常采用近亲结婚，直到近2代才尝试打破老规矩，开始在庶民中选拔妃子。日本政客们也有很多姓安倍、酒井、小早川的，他们都是幕府时期的贵族阶级，而明治维新后新产生的民间姓氏很难出现政治高层人物。再来看一下欧美，很多美国人在自我介绍时会先说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移民，根据移民的地区粗略分为白人、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再介绍自己家世世代代都是做什么的。如果出自一个大姓或者拥有所谓的贵族血统，那必然是其自我介绍中的加分项。到了欧洲，这一现象就更加普遍了。英国一直延续君主立宪制，贵族阶级至今仍有所保留，祖辈所拥有的爵位也会给自己的后代获得竞争优势。而中国已经抛弃了血统论，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才会有美国专家发出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句惊呼。中国拥有5000年历史和文化，其中封建专制时期就占据了2000多年的时间。长时间的封建统治与放弃血统论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概念。那么中国是如何摒弃血统论的？答案自然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文明中，让我一一细说。中国封建政权的特殊性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禅让制度偶尔出现，民间皇帝反复诞生，外族入侵皆被同化。先来讲禅让制度。用血脉延续统治地位，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而此前华夏文明的领导人继承多数采用的是禅让制度，这个先例也为后来的封建统治埋下了许多不确定的种子。例如王莽篡夺西汉，曹氏结束东汉，再到司马家族夺取魏国。虽然后代的皇室都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永远统治下去，但禅让制度经过历史几轮的反复强化，已经深入到华夏民族的骨髓中。但在当时看来，没有哪个血脉可以永远当皇帝。再来讲民间皇帝反复诞生。在历史长河中有2次里程碑意义的皇权建立，一次是汉高祖刘邦，一次是洪武大帝朱元璋。之所以说他们很特殊，是因为他们都是底层出身的草根皇帝，他们能当上皇帝，对历史和血统观念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先来说一说刘邦。刘邦所经历的楚汉相争，不仅仅是权力争夺战，还是平民与贵族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因为不论是东周还是春秋战国，再到后来的秦朝，华夏政权都牢牢掌握在姬姓手里。再细翻战国姬雄君主们的出身，都和周王朝沾点亲戚。项羽作为旧时代的代表，在推翻秦朝后，希望将华夏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回到战国时期的状态，各个国家都由当地的贵族统治。直至刘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个习惯。一个做了40多年市井流氓的平民，居然敢跟在楚国拥有庞大根基的项氏一族对抗，这无疑是在挑战血统论的权威。人们记住了同时代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记住了刘邦说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别看这2句话只是不超过10个字的口号，可在那个年代却是打破血统的联系。刘邦能够当上汉朝的开国皇帝，证明封建统治和欧洲的封建政权走向了2个分支。刘邦也给后来的皇帝们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血统不重要，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先例，后来朱元璋能够从乞丐变成皇帝也就不奇怪了。刘邦和朱元璋的经历也让后来者对封建权力的认识有了更多元化的理解。史官们所书写的历史更强调一个封建王朝在国内统治的综合能力。如果一介皇族不能顺应民心，早晚会被另外一股势力所推翻。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会在血统上评论贵贱。其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何止是那一代的春秋，抛弃血统论的分析方式已经深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坎里。最后讲外族入侵皆被同化。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外族入侵中原后都会被中华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外族入侵，例如八王之乱导致的五胡乱华，蒙古游牧民族的全面南下，以及最后的满清入关。而外族者统治中原都会走几条必经之路，改汉姓，重用汉臣，创新官员选拔制度。但奇怪的是，无论外族者建立的政权存续多久，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本土文化纳入到统治之中。他们可以用武力敲开中原的大门，但却无法用自己的文化真正去掌握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了，中华大地几次三番被外族入侵，有没落的时候，但从未灭亡。
讲完宏观的概念，我们再来说一些更贴合民生的微观因素。无论任何国家，封建王朝的阶级跨越都有难度，但却总有底层人阶级跨越的机会。从隋朝开始筹划，到唐宋初见规模，沿用至晚金的科举制度，便正是打破血统观念的真实写照。科举制度的诞生开始弱化出身的重要性，一个人即使出身卑微，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虽然在众多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中，真正出身寒门的数量比较少，但是确实是打开了一个阶级上升的通道，这一点在世界也史无前例。如果你是古代的普通老百姓，你能改变命运的机会要远远比同时期其他文明地区高得多。如果你是东欧的农奴，血脉和出身就已经给你的未来判了死刑。如果你是日本的普通百姓，你的家族大概率永远只能成为农民和工匠，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也很难改变。在今天的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到底看不看血统呢？答案是肯定的。学历史都知道，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政权，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变化所导致的。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与德国，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有一些不彻底。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光荣革命展开，但掌握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还是爱与曾经的贵族政治联姻。而封建贵族阶级消灭的不彻底，也让英国保留了君主立宪制这一折中的政治道路。直到今天，如果一个欧美底层人获得了财富，成为了资产阶级，下一步还是会考虑与国内的贵族后代展开政治联姻。在他们的观念内，没有贵族的资产阶级是不牢固的，他们还是非常在意血统。在他们的概念中，与贵族阶级联姻或攀关系更像是给自己的资产加一层保险。另一方面，欧洲贵族们也愿意和资产阶级展开联姻，贵族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来掌握现有的权利，从而间接达到更进一步扩大家族影响力的方式。哪怕是崇尚自由的美国，这一点也无一例外。比如特朗普家族曾是德国酒厂家族的移民，布什家族是美国建国之后4大家族之一，祖辈们都和贵族沾点亲戚，就连改变美国命运的罗斯福家族，祖上也是来自荷兰的贵族移民。而像林肯这样鞋匠家庭出身的草根总统，在美国历史上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准确地说，今天活跃在世界的美国重要人物，他们的祖辈凭借血统的关系一直都没有穷过。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其他国家对中国非血统论产生好奇，自然也就不奇怪了。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的非血统论要比中国崛起还要可怕呢？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在排除血统因素后，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人从来不会用血统来绑定自己的身份，我们认可一个人是中国人，更多层面是在文化上产生认同。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任何外来入侵文化最终都会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靠文化认同产生的纽带，自然要比血统产生的纽带要高效得多。这一点在近现代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已经深有体会。论殖民扩张，中华文化也不会倒；论种族屠杀，中华文化依旧顽强。无数侵略者想尽浑身解数，想要全面占领中国这片领土，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政治与外交上，中国一直秉持着求同存异的大同思想，这种包容又开放的态度正在一天天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得如此彻底？如果血统认同还存留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封建革命能否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也是一个问号。相反，为何接受了西式民主的菲律宾最终还是门阀政治？为何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仍然保留着天皇制度，让国民们认为阶级固化已经是常态？这一系列问题，中国早已给出答案。5000年的文化绝不仅仅是用封建和传统这几个字眼可以概括的，这里面的细节需要给世界人民一点理解时间，让他们慢慢消化。25年前，当无数人还在睡梦中时，香港财富瞬间蒸发掉 2.2 万亿港元，大量公司裁员倒闭，60万个家庭陷入负资产，一时间金融圈层人人自危。但这个男人还不满足，他想彻底做空香港。这个男人志在必得，就在他做着带钱离港的春秋美梦之际，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展开了。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在25年前的那些深夜，我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挫败阴谋，赢得这场国运之战的呢？在这场发生在香港的金融风暴并非孤立，我们把视线往前拨5年，早在此前的1992年，这种金融冲击就已经在欧洲发生过一次，而那一次中招的国家是英国。1992年9月，正值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际，一只世界级金融大鳄悄然来到英格兰，通过在市场上大量做空英镑，击垮了英格兰银行，最终套现离场，净获利高达20亿美元。
这个把英国银行玩弄于股掌之间，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家伙就是乔治·索罗斯。从此，他被称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1930年8月出生的索罗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裔匈牙利人，也是华尔街最早的一批对冲基金经理。靠着敏锐的市场嗅觉、胆大妄为的操作手法，还有准确率超高的投机捡漏能力，只用了20年时间就成为了身家上亿的富翁。他的成名之战是发生在1987年10月19号的美国黑色星期五。在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中，全球有上亿的人失业破产，只有少数人不仅全身而退，而且收获颇丰。这其中就包括索罗斯。他凭借敏锐的嗅觉，成功预测了黑色星期五的到来，并从华尔街股市的崩盘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就此跻身100亿富豪。索罗斯的身家财富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论金融操盘，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有钱那一批人中最浪的那一个。索罗斯最拿手的手段就是风险投资和做空货币，而他的操纵资本的手法堪称又狂又浪。正如英国银行损失的20亿为例，正常人谁会想着去交英国政府的竹杠呢？那不是以一介肉身去撩拨虎须吗？但是索罗斯就敢这么做，而且不仅做了，他还拿钱走人，全身而退。至于被狠狠宰了一刀的英格兰银行，则是敢怒不敢言，只能无力声讨，驳斥索罗斯，却无法对他做出任何司法惩罚。因为索罗斯确实没有违反当时的英国金融法，这个深谙资本规则的老鳄鱼只是利用了金融规则的漏洞，就让英国政府吃了一个暗亏。对于索罗斯而言，从英国带走的这20亿美元只不过是小小的试水，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的动作将会越来越粗鲁，道德底线越来越低，野心越来越大，步伐也越来越宽，一步就跨到了亚洲。1997年7月，索罗斯来到了亚洲东南部，这里是他的新做空目标。这次索罗斯用来冲击东南亚的冲锋干将，正是他麾下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也是帮他拿下了英格兰20亿美元的功臣 Quantum Fund 量子基金公司。而索罗斯挑中的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对象就是泰国。在索罗斯看来，泰国这样新兴的独立国家急需外国资本入场投资，因此金融自由度更高，也更便于自己浑水摸鱼。果然，利用上百亿美元的现金流，以及利用汇率、利用规则做空货币的三板斧，索罗斯轻易的就把东南亚经济强国泰国拿捏在手中。仅当天，泰铢对美元汇率就报错于 17%， 索罗斯又大获全胜了。大量的资金漏洞猝然涌现，这样迅猛的打击直接导致了泰国经济秩序的崩盘，酿成了泰国经济危机，进而席卷东南亚，成为蔓延至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粗鲁的操盘手法，毫无道德、泯灭人性的方式，掠夺一国财政命脉，导致数十万人破产，数百万人失业。凭一己之力酝酿成了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难怪索罗斯被称为金融界撒旦、危机制造者。而这个冷血的金融杀手，下一个目标就是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1997年7月中旬，携带大量资本和现金流的索罗斯悄然登陆港岛，此时的香港特区正值风华正茂。对此，索罗斯制定了自以为完美的攻击策略，先是挥舞着支票，以鲸吞之势收购港币，仅仅半年时间就囤积了2000亿港币在手。在索罗斯看来，自己这2000亿港币无疑是一枚股市核武器。然后拿着这枚核武器，索罗斯走进了港股交易所，开始疯狂的砸盘、拉高，再砸盘，再拉高。索罗斯疯狂做空港股港币的行动，使香港股市一夜之间暴跌，引起了港区金融圈大震动。25年前的那天夜里，当无数人还在睡梦中时，我们不会想到，在湘江对岸，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围攻战正在无声之间发生。索罗斯疯狂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在赌香港特区政府像泰国政府那样挡不住他的疯狂攻势，赌香港没有解决这场金融危机的办法，赌香港金融圈层没有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的决心和信念。这一夜对香港政府和香港金融而言，都是一个噩梦般的不眠之夜。我们都很清楚，如果香港股市崩盘，那么随之而来的打击将不仅仅是资金的损失，还有金融信誉的打击，对金融环境的质疑，这些都关乎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堪与中国的国运息息相关。那么25年前的香港特区是怎么样打赢这场关乎国运的金融保卫战的呢？1997年7月21号，索罗斯挥舞着100亿美元组成的资金杠杆，对香港股市和港币秩序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妄想通过源源不断的货币做空手段，把港股市场一点一点吃掉。此时的特区政府早已从最初的慌乱中稳定下来，重整旗鼓。作为实际应战单位的香港金融管理局，也是抱定了破釜沉舟之决心，要打掉索罗斯的嚣张气焰。
无声的战斗拉开帷幕。在索罗斯大把挥洒美元买进港元的当天，香港金管局按兵不动，索罗斯嚣张的花钱如流水，疯狂打压港币的利率。自以为筹码充沛、弹药充沛的他，不知香港金管局已经策划好了一场反击战。就在次日，香港金管局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募集到了大量的港元的同时，也顺带拉升了港币利率，使港币兑换美元的汇率重新抬升，稳固住了港币的主导地位。紧接着，香港金管局打出了第二手牌，而且一招就打在了蛇的七寸上。你索罗斯不是仗着自由投资者的身份在香港大行其事吗？那我们就打你这个自由投资者。不久，两家在港经营的国际金融投行因涉嫌投机港币扰乱金融秩序，被香港金管局致函警告。而这两家投行正是索罗斯在港资金的经手方，也是拿人钱财助纣为虐的帮凶。如此一来，其他有心赚取不菲佣金的投行便不得不考虑其中利弊，最终退出了索罗斯的队列。这对索罗斯在港金融恶劣行为是进一步的打击。随后，香港金管局又在索罗斯资金不足，试图利用外资银行的金融贷款补充弹药的时候，通过金融调控手段，利用短期调高银行的贷款利率等方式，使得索罗斯无法补充大量资金，遏制住了索罗斯的拆借企图，打断了他引以为傲的资金链条。最终，子弹打光的索罗斯在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对峙中，因资金短缺无以为继而败下阵来。他从境外所带来的资金也被套在了高处，拿不出来。其企图冲击香港汇市、股市的野心被打碎，索罗斯举起港币铩羽而归。香港金融保卫战大获全胜，而且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对阳谋，不偏不倚，其和胜之。而这场败仗也是索罗斯纵横国际金融场50年中为数不多的败绩。不知道他是否心服口服呢？风浪越大，鱼越贵，是狂飙中高启强的一句台词，大意为刀尖上搏命求财。这句台词很符合高启强的人物设定，而我相信这句台词索罗斯一定也会赞同。